来到梦幻厨房，在我家，我是瑞琳 Vivian。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是非常好吃的甜点葡式蛋挞。一样分享的是最简单的做法，用市售做浓汤的酥皮派皮，就可以轻松做出外皮酥脆、内馅浓香的葡式蛋挞了。到底要怎么制作呢？我们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首先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做浓汤的酥皮派皮啦，也可以用自制的酥皮哦。不过考量到很多朋友每次都说自己做很麻烦哦，所以今天掏假包偷吃不，我们用市售现成的酥皮，整个过程变得更简单了。我买的派皮呢，大概就是12.5乘13.5公分的大小，做之前再从冷冻库拿出来就可以。内馅的部分，我们准备的是鲜奶油100克，鲜奶50克。葡式蛋挞的特色就是奶香浓郁，所以我个人喜欢鲜奶油的比例要放得更高，不然就跟一般蛋挞没什么差别了。另外是蛋黄2颗，砂糖或冰糖25克。提醒大家，糖色会影响成品的颜色哦。怕胖的也可以用零卡的甜菊糖。刚才有提到我的酥皮边长是12.5乘13.5公分，冷冻派皮取出呢，很快就可以软化了。我们就把派皮平放，比较长的那一边呢两两相叠，交叠的部分大概0.5公分就可以了。一共使用5到6张派皮两两相叠。如果自家的蛋挞模型呢比较矮比较小一点的话呢，就用5片相叠就可以。比较高比较深的塔模可以用到6片。就想办法把全部的派皮给卷起来，要有点耐心哦，慢慢的卷。卷起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如果担心操作的比较久，手温比较高，我们就再次把派皮放入冰箱冷藏或冷冻至少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来制作蛋挞液的部分。我们就把刚刚准备好的鲜奶油啦、牛奶啦、砂糖啊，所有的材料混拌在一起。刚刚前面都有讲到材料的分量哦，我就不再重复咯，免得有人又要说我啰里吧嗦。就这样拌匀所有的材料，建议糖用细一点的，比较好溶解。如果你的糖比较粗颗粒，就要隔水加热一下。当然最方便还是糖用细一点的，一下就可以溶解。接下来是自制或是市售的香草精数滴。如果想要自制的，可以参考我之前影片的分享哦。强烈建议自制，非常的简单，只要加个几滴就可以。我知道又有人要问是不是一定要加，加了就是香气更好啊，更像市售的。因为蛋跟牛奶呢多多少少有蛋腥味跟乳腥味。接下来取出刚刚冷冻的酥皮卷，我们分割成10个小面团，一个宽大概1公分多，反正就是平均分成10等份。取一个小面团，可以稍微把它整成圆形哦，因为刚刚切的有点歪掉了。接着我们再从正中心压扁，也有人用擀面棍直接擀成一片哦，也是可以。如果没有擀面棍的朋友呢，就像我影片这样，直接徒手来按压也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按压到中心比较薄一点哦，就直接把圆心呢贴近蛋挞模型的底部，尽量是蛋挞模具的中心哦。我们要压成底部比较薄，边边呢稍微厚一点点，但也不要太厚哦。
就是慢慢的往旁边推哦，让整个派皮贴紧模具的底层，边压边修边调整，让派皮整个贴紧模具的底部。如果可以的话呢，派皮最好还要高出模具一些些，因为这个派皮之后烤了还会再收缩哦。其实这些动作都不困难啊，没有什么技巧，就是要耐心，多花一点点的时间。也可以请老公小孩一起来帮忙，一起玩耍哦。刚刚有讲过，边缘要高于模具哦，就再稍微的修整一下，让它更漂亮。以此类推，完成所有的派皮。如果操作的过程时间比较久，或者手温比较高，记得要把压好的派皮再次的放进冰箱冷藏或是冷冻室，冷冻个10来分钟哦，这样子才不会影响酥脆程度。接下来把蛋挞液过滤到塔皮当中，过滤一下呢，蛋挞馅的口感会更细致。然后记得呢，蛋挞液不要贪心哦，千万不要倒太满太多，否则会爆浆哦。说爆浆很好听，其实是爆得乱七八糟，所以倒个7到8分满是最完美的。我的模具呢是一般的蛋挞模，不算是太高。我的配方大概可以做出10个蛋挞。如果你的模具呢比较深一点哦，有可能你的蛋挞液会不够哦，需要自行微调增加分量。第一种工具呢，我运用气炸锅来加热。设定气炸锅最高温大概是摄氏200度，不用预热，直接烘烤15分钟。看蛋挞滚动的画面，真的好疗愈呀！一般烤箱就设定摄氏200到210度，烤25分钟。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啦！如果喜欢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加分享。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生活分享、好物推荐，欢迎加入我的 IG 跟 FB，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！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